红尘白浪两茫茫，颜汝柔和是妙方。到处随缘演岁月，终身安分度时光。休将自己心甜美，莫把他人过失扬。谨慎应酬无懊恼，耐烦做事好商量。从来硬弩弦先断，每见钢刀口易伤。惹祸只因嫌口舌，招迁多为狠心肠。是非不必争人我，彼此何须论短长。世事由来多缺陷，换去焉得免无常。吃些亏处原无碍，退让3分也不妨。春日才看杨柳绿，秋风又见菊花黄。荣华终是3更梦，富贵孩童9月霜。老病死生谁替得，酸甜苦辣自承当。人从巧计夸伶俐，天自从容定主张。产区贪嗔堕地狱，公平正直即天堂。摄阴相重身先死，藏为私多命早亡。一剂养神平胃散，2种和气2陈汤。生前枉费心千万，死后空留手一双。悲欢离合朝朝闹，受咬穷通日日忙。休得争强来斗胜，百年浑氏戏文唱。顷刻一声锣鼓歇，不知何处是家乡。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开头的这段内容是出自寒山大师的一段警示歌。寒山德清大师名德清，字承印，别号寒山，世称寒山大师，与云溪朱红、子柏真可、偶益秩序并称为明代4大高僧。寒山大师虽是禅门宗将，但修行上不拘一宗一派，极力倡导净禅一致，尤致益于华严，主张禅净双修，倡导儒释道3教融合。大师中心曹溪，后圆寂于南华寺，留下不坏金身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佛教协会首席发起人、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，有禅宗泰斗之誉的虚云大师，曾在寒山大师肉身像前拈香礼拜时说：今得清，古得清，今古相逢换了形。佛法兴衰听时节，入林入草不曾停。故后世有人认为虚云大师就是寒山大师的转世。佛法兴衰听时节，入林入草不曾停。佛菩萨不舍众生，生生世世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这即是佛菩萨的无尽悲怀。今天就请各位师兄随小编一起走进寒山大师的一生，听听那些发生在大师一生中的故事。嘉靖25年，即1546年，安徽全椒县人蔡延高的妻子洪氏怀孕10月，即将临盆。当晚梦见观音大士携带着一个小男孩，连步款款地来到自己家里。蔡洪氏一见，情不自禁地迎上前，将小男孩搂入怀中。此时蔡洪氏骤然惊醒，顺利产下一位人见人爱的小公子。小公子生性聪颖，出类拔萃。他7岁的时候，因目睹生死，就有了生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的思考。12岁辞别宗亲，到江宁报恩寺寻佛。内江人赵文素看见他说：这孩子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代大师。预言不是虚妄之词，这位小僧人便是日后与莲池、子柏、偶益3位大师齐名，并称明朝4大高僧的寒山大师。寒山大师出家后刚过半年，就开始参究《法华经》。4个月之后，他竟然就把这部博大精深的《法华经》给参通悟透了。于是他就趁热打铁，一口气通贯了所有内外典籍。到19岁时，寒山大师就依从无极禅师受具足戒，又听讲华严玄谈。当他听到十玄门海阴森罗常住的地方，就悟通了法界圆融无尽的宗旨。这样他便跟随云谷禅师在天界寺结禅参玄。正当他发奋努力尽心参政的时候，后背上却长了一个很大的毒瘤。大师就来到伽蓝神像面前，祈祷叩头，发愿努力诵念华严经，以3月为期，诵读10部，以见自己的坚贞决心。就在3月之后完成诵念的一天清晨，大师蓦然发现陈珂玩居在转瞬之间突然一去无踪了。大师从开始住五台龙门到抄写华严经这4、5年间，
曾有过渗透着神通妙用及其悟证境界的梦境，从梦中就可以了解大师在这一阶段的修行悟证境界。有一次，大师梦见自己升向天空，当升到无边无际的高空时，又逐渐飘落下来，只见四周空空洞洞，没有一点东西，大地在天空的下面像一枚镜子那样平滑光亮，有如琉璃镜的晶莹。远远望去，在无穷的天空中现出了一座广大无比的阁楼，铺天盖地，雄伟壮观。在阁楼中又现出了世间的人事往来，就连最小的市井避恶之事也都融含在那里。在阁楼的中央有一紫金艳色的宝座，大师心里想，这大概就是金刚宝座了。大师对这座庄严妙丽、不可思议的阁楼非常欢喜，想走近它，可是转眼又想，为什么在这清亮的世界中有这些杂灰的阁楼呢？这念头只一起，阁楼即刻远去。大师心中又想，一切尽慧的境界都是由我心而生的，思维着心生万法的道理，阁楼又近了。片刻之间，看见金刚座前侍立着许多身材高大、相貌端严的僧众。这时忽见一位比丘从金刚座后面出来，手捧一卷经书，径直走到大师面前，对大师说：“和尚叫我把这卷经书授予你。”大师接过一看，全是黄金色的印度梵文，一字也不识。大师将经书收起后，即问那比丘：“那个和尚是谁？”比丘回答说：“是弥勒菩萨。”大师非常高兴，然后跟随比丘引导入位，明目敛念而立。过了片刻，忽然听到磬的鸣击声，大师睁眼一看，弥勒菩萨已经登座。大师即在菩萨前恭敬地瞻仰顶礼，只见菩萨的面容晃耀着紫墨金色的光彩，世间上再也没有比菩萨更庄严的了。大师顶礼后心想，今天菩萨他为我升座说法，那我就是当机者了。于是大师长跪合掌，拿出经卷翻开。这时弥勒菩萨开示说：“分别是实，无分别是智，一实染，一智净，然有生死，尽无诸佛。”大师听到这里，身心忽然顿空，只觉得声音从空中历历传来。大师一觉醒来后，菩萨开示的声音仍在耳边回荡，从此实与智的差别完全了然清楚了，并知梦中所至之处是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。天启2年，寒山大师又再次南下广东，来到昔日故地草溪宝林寺。到了明熹宗天启3年，即1623年10月，寒山大师向众告别，老僧释缘将至矣，随后返乡敷座而逝，明然西归佛国净土，世寿78。就在这时候，一直汤汤流泻的草溪水突然全不见了踪影，溪流为之干涸，而寺宇周围数里但听得百鸟哀鸣，频诵凄凉。到了晚上，更是有金色光照冲天而起，使得漆黑如墨的暗夜突然之间竟然恍如白昼。寒山大师的法体在寺宇中停放了3天之后，方始送入佛龛之中，但即使是此时，大师的容颜一如活着的时候不见两样，而毛发髭须也依然在一如既往的生长，在大师的鼻尖上还冒出些许汗珠，而且身体温软柔腻，完全不像已经圆化了几天的样子。大师临龛于天启4年正月21日归匡山，因匡山地多阴，不便安葬，经20年后又从匡山重返广东曹溪。大众看临龛瞻视，见大师皆双颊敷座，面色鲜红，爪发油生，衣服上新，只是开龛以后立即见风零星飘碎。当时有一僧人建议依天竺的方法，用海南旃檀抹涂其体，众人同意他的做法。此僧人涂罢即离去不见，然后弟子们恭恭敬敬为大师肉身披上了千佛衣，供奉于寒山寺内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再来聆听一段寒山大师对于佛教修行的开示。佛教弟子修出世法，为自利利他2种妙行，利他为之修福，自利为之修慧。菩萨发心勤求无上菩提，菩萨虽知法性空寂，而不舍有为诸行，知法性空是为自利，不舍诸行是为利他。从上佛祖未有不由2行得出生死者，
是以释迦世尊历劫勤修难行苦行，我等狂大劫来于生死海，头出头没，舍身受身，不可思议。皆是虚生浪死，何有一毛真实行门？若有实行，则定不似今生，者头灭也。回光返照，猛自思维，岂不痛哉？禅人今幸长夙缘，早得脱俗，永离苦海，又得安居名山，诸祖说法升到场地。此万劫难遇之缘，正是机逢王善，并遇医王，自当庆幸无量。即尽此行受，半舍一生，作此功德，一生百劫千生，空过无益也。禅人当信老人言，自今之后发坚固不退之心，持勇猛刚强之志，尽自己色力，量自己才能，办一片恳心，任缘随愿，耐心耐烦，忍苦忍劳，即一日成就一种功德，一生一生空过矣。禅人自说身若神皮，不能任事。古人贵在心力强，愿力大，不在色力见不见也。今虽小样，不为大苦，若造恶业，堕在三途，即求今日以小病小恼之身心，求作福田之利益，不可得也。佛令众生思地狱苦，发菩提心，正是今日策发精进状也。古德云，宁有法死，不无法生。纵舍此生命，作此妙行，犹为般若周行，可到彼岸。苟不勉力强志，可谓虚负此生。既到宝山，空手而归，岂不惜哉？若能安心于无事，则心空，心空则神不竭，神不竭则身不劳。如此是为五作妙行，欲圆即宗，定不为日所用，偷偷成就大解脱门意，当抵思之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